欢迎收看人人摄影，我是摄影师 Cooper。那我们今天来拍摄 model 小姐姐小木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木。好，那今天的拍摄地点一样是在我家的顶楼。但现在时间是一样3点多，那我们来拍照吧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：人像拍摄真的一定要用长焦镜头吗？我想很多人一听到24毫米广角就皱眉头。那拍人像会不会很怪？会不会变形？老实说，我以前也是这么想。长焦镜头确实很棒，能把背景压缩，焦外柔美，人像比例自然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拍人像第一个想到的都是85毫米、50毫米，甚至是135毫米。但有一天，我想试试不一样的东西。我拿起24毫米广角镜拍街头人像，完全没有刻意压缩背景，只想看看画面会发生什么。结果让我非常惊讶，人物比例虽然有微微拉伸，但整体画面故事感极强，人物和背景融为一体，整张照片看起来有生命力，空间感也很生活化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长焦固然好，但广角也有它独特的魅力。广角人像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是它能把人物和环境同时纳入画面，让每张照片都有故事感，不像长焦人像只抓特写或半身。广角能呈现整个场景，街道的线条、咖啡馆的桌椅、阳光斜射的窗户，甚至背景中行人的动态，都能成为画面的一部分。广角还能创造一种视觉张力，人物靠近镜头拍摄时，前景会自然放大，背景延伸，让画面立体感更强，也让观众感觉像走进照片里。这种结合人物与环境的能力，是长焦很难完全替代的长焦压缩空间。画面虽干净，但故事感相对单薄。我也发现，广角让拍摄者更靠近人物，心理距离缩短，互动自然，被摄者放松，照片就有生命力。这就是广角人像的魅力所在，它不只是焦段，更是一种表达方式。想拍好广角人像，有几个重要技巧：前景、中景、背景分层。将人物放在中景，前景可以加一些道具或街景，背景不要太杂乱，避免干扰主体，画面更立体有层次。拍摄距离要掌握，靠太近，脸部会被拉长变形；太远又失去张力。我通常会找到一个平衡点，让人物自然，背景丰富，既突出主体，又能表现环境。善用引导线，街道、人行、栏杆、建筑线条都能引导视线到主体，即使使用广角，观众也能第一眼看到人物，画面仍然清晰有焦点。光线在广角人像里比焦段更关键，侧光或斜光增加人物立体感，让背景更有层次。逆光可以拍出剪影或柔光效果，增强电影感。大光圈控制景深，广角景深比长焦深，但选好光圈和焦点，人物仍然突出，背景柔化自然。有一次我在傍晚拍摄街头人像，阳光斜斜打下，我把光圈调到 f2.8， 快门125/1秒， ISO 400，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，光影和人物自然融合，整张照片像讲述一个故事，而不是简单的人物记录。说了广角魅力，让我来分享几个实际拍摄案例。一次在街头，我拍摄朋友走在人行道上，
我用24毫米靠近它，利用街道线条把视线引导到它身上。整张照片不仅有人物、背景的街景、行人、建筑也自然纳入，故事感十足。若用长焦拍摄，人物会被压缩在画面中，背景就不够延伸，故事感也大幅降低。另一个例子在咖啡馆，我拍朋友坐在窗边喝咖啡，用广角拍摄，我能把它窗边光线、桌上咖啡甚至外面的街景同时纳入画面，照片看起来有生活气息，也很有氛围感。长焦可能只抓到他的脸或半身，背景信息就消失了。广角人像的操作技巧包括靠近主体时注意角度，避免脸部变形太明显，利用前景、中景、背景分层增加画面立体感，善用街道、栏杆、建筑线条作为引导线，把观众视线引导到人物上。实际操作中，我会刻意尝试不同距离和角度，蹲低或靠近拍摄，观察人物与环境如何互动。这种探索过程比单纯使用长焦更能激发创作力，也让照片更有张力和故事感。广角人像最大的挑战是心理层面，你必须勇敢靠近，敢尝试。一开始可能担心变形，但慢慢你会学会怎么掌握距离、角度、构图。这种挑战反而能锻炼你的观察力和创作力。我经常刻意不带长焦，只带广角镜头出门街拍。受限的自由逼迫我注意光线、观察角度、捕捉瞬间，结果拍出很多我意想不到、充满故事的照片。总结一下，拍广角人像必学技巧：一、掌握距离，不要太近，也不要太远，找到主体和背景平衡。二、前景、中景、背景分层，增加画面深度。三、利用引导线，自然引导视线到人物。四、光线运用，侧光、斜光、逆光都能增强立体感和氛围。五、大胆尝试角度，蹲低、靠近、仰拍，创造不同张力。所以，谁说人像一定要长焦？广角也能拍出有张力、有故事感的人像，只要你懂得运用构图和光线。如果你也喜欢挑战自己，敢靠近拍摄人物，试试广角人像，你可能会发现更多生活细节与故事。最后，留言告诉我，你拍过最有故事感的人像是用什么镜头拍的？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。如果你期待我们下一支影片，或期待下一位 model 小姐姐来，或期待小木再到我们频道上来，那请订阅我们频道 ，follow 我们 IG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大家拜拜！大家拜拜！